这里呢，就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有一位女士呢，在这个停车场里面被人当众袭击。中国不等于中共，中英文的。结果我这么一转弯呢，就看他们在涂鸦我们的这个招牌。喂，你干嘛？你们在干嘛？打我的那个男孩就是平头那个，就过来给我后边一下把我手机给抢走。OK，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打到您。没有，他抢了我手机就跑了。当时袭击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就是那棵树那前面。那个树那儿啊，那个树那前面。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他过来这么把我一卡住我，一个2楼，然后这样就倒在地上，一下就把我摔的。就是我当时呢，我都说给我摔懵了，反正我就好像失忆了一下。有感觉有人在打你，但是你不知道谁在打你。我都不知道。当时那个西人告诉我的那个朋友说，就是给他已经倒在地上，他们还在打他。他说他们在打你，就是不止一个人打你。对，在群殴你。对，他2个人，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打我。我看您站的也挺辛苦的，这样子，我们到那个车里面去啊。我们现在没那么辛苦了，前段时间更辛苦。就是我报警以后呢，当时那个警察看到我就是那个腿都肿了嘛，就是肿得很厉害。我因为我上了趟厕所，然后我自己对比一下我的腿真的肿得很厉害，我就自己照了一张相给他一看，他说哇这肿得很厉害然后他就说他就叫了救护车。警察他们都挺惊讶的，他主要说就在这个民主国家你当众打人你还伤成这样，然后他们认为挺严重的，我感觉。按照刚才你给我演示这个姿势，你应该是背着地的，所以你膝盖应该不会蹭到地上，所以你膝盖是被他们攻击的是吗？我跟你说我给他打懵了，我不知道我怎么的了。第二天呢，就是膝盖肿得更厉害，就是那裤子都肿起来，就是那裤子套上去都难套，我又找了很。我现在还能看到是明显不一样大的，已经过了2周了。是那天他就我穿的裤子要穿比这个肥很多的，就是宽松的那种裤子我才行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感觉我身上脖子，哎呦这个喉咙这摸都。就这么摸一下都疼，勒的那块就这么就洗澡，本来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打我的，后来我一摸着我脖子怎么这么疼后想想，哎呀，我想起他怎么打我来了。这第二天才想起来。你第一天都没告诉警察，他没有，我就知道他把我撂倒了，我不知道咋撂的了，就是已经给我蒙的那样的了，就没有感觉了，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蒙的了。反正我就知道我看见他那个人。我好像我醒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西人那个女士就抓着那个男的那个手不准他打我，是当时就是一样的意思，停止的意思啊，就不准打我，所以我就记得那些，就是说一个正常谁也不愿意遇到这种事哈，但是给我遇到了，我唯一的说，哎，我挺郁闷的。就是你懵的不是当时摔的那一下，整个事情都让你很懵啊！在澳洲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是我真的，把我的生活什么都改变了。祝您早日康复啊！谢谢。祝也希望不会再有其他的这种伤病出来。不要，我就觉得大家都好。对，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最 trauma 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打你的这些人嘛。现在警方虽然还没找到，但是很多人猜测啊，有可能因为那边离大学很近嘛，是不是大学的这个留学生啊，看样子也很年轻。以前有类似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这样的年轻人跟你们这个组织发生过这个直接的冲突？就是说，我有时候会在拍报纸啊，我们发传单啊。就是我试过一个中国人，他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他就很不礼貌的伸那个中指出来。哎呦，我都不想说，我觉得，可能比个中指啊，或者说是说个1句2句的啊，但是没有过这样的严重的冲突真没有，那真的这是好像我听我现在出了事了，我才说，听人家说，喂，澳洲好像第一次这样的哇，是吧？所以我说，哎呀，我真的不好，我真的是很倒霉。真的，我感觉我很倒霉，叫我给碰上了。是，你怎么看待这些人伤害你的人，尤其是那个给你来那么一下的？我感觉他们是有预谋的，但是我觉得挺为这3个人挺惋惜的。唯一的就是他惋惜，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也没有真正去就是说听我们讲真相。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坐下来聊。如果他是留学生，他可能是人家有一句话叫少小无知，
他听了中共太多洗脑，他没有真正出来去了解法轮功，你片面之词。就是现在你所有看到你采访的我这件事，所有可能对有抱不同意见的所有中国人也好，还是哪里人也好，你去了解一下，你哪怕他是你说这个怎么样，你别听人家说，你自己亲自去看。就像我说，哎呀，这个苹果很甜的，你没吃，我说甜没用的。你要去真正的自己去体验，它是不是人家说的那样，那才有发言权呢。我觉得他太冤了，你就听人家忽悠，你自己不去了解，你冤我，是不是？每个人需要为自己做的事情啊，这个后果负责。他呢，现在呢，尤其是抢了你的手机，摔坏了你的手机，喷这个漆，然后还打了你的那一个，就是那个小平头嘛。就是如果他是留学生的话，我觉得他会承受很大的代价，啊。然后你希望他们能够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其实我说我不想在我嘴里说他受到什么惩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做的什么好事坏事，天都在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吧？对，你们都是相信这个的。我相信，所以说我不想给他加任何的不好的念头。就是说一切就是因为你这是民主国家，就是不需要我们去评判一些事情。其实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再有第二人发生。假如说法官要问你的意见，你会希望给他们是从重处罚还是从轻处罚？这里面我要告诉你一下，很多朋友的他的主观的愿望是希望从重处罚，这样以儆效尤，就是让他吃点苦头，这样后来人才觉得啊，不能在澳洲这么做。你觉得有道理吗？其实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想避免这么的，我真的不想在我说来，我觉得我不想去考虑，因为我觉得我去说了，不管它轻还是重，对我来说都是要我去思考的。我会做了一些不是我做的选择，我不想做选择。我跟你说，我真的我想做一个快乐的人，就是不要去想那么多的事，复杂的事。我不想参与一些事情，我也不想参与政治，我就按一个真善人做一个好人。但是这个跟您的这个很多人会啊，我就假设观众在看啊，他会想你举这个牌子本身就是政治意味的呀，然后这个时候说你不想参与这个政治，那就说你怎么两者找到一个能够协调在一起呢？对，协调在一起。我举这个牌子，我不是参与政治，我是告诉人家真相。是很多人给他蒙蔽了，他不知道真相，他不了解，他只是听了中共的那个电台说啊，人家说怎么样，他没有去了解，他没有接我这份真相去看。如果他去接了我这份真相，今天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人都有思考能力的。不是说是狗啊，猪啊，我给你饭你就吃，给你干嘛你就干嘛，那不是人要有思考的，你知道吗？您是哪一年开始修炼的？然后什么时候受到的这个影响的？我在国内呢，就是说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身体很多病，就是说严重的鼻炎，就如果有人得过鼻炎的人就我得过。那你现在我也是很严重，一天100多个喷嚏。哇塞！对，那你赶紧练法轮功。我真的不讲笑话。你知道药吃的多，身体不好，所以我身体吃了乳腺增生的药，就鼻炎又撞，把那几种病还撞在一起。我还最严重的在宫颈那里长了个瘤子。医生激光也不敢给我激，开刀也不敢激，因为那个地方没人敢跟你动，你到时候流血不止或者发炎咋办呢？那没人给你整。那后来我是真的逼得我没办法，我当时真的不相信法轮功的，我一点不相信。我哥哥说你只能修炼法轮功，你没路走，你就试一试吧。你一身都是病是吧？你试一下总那个什么啊？你试一试，就叫我试一试，自己试就行了，我就撂不下了。我丈夫真的当时他觉得我无可救药了，你已经走火入魔了，就是他很不支持，他很不理解，是吧？是，而且你那时候98年、99年马上就已经镇压了。他98年晚上他到98年他已经不爽了啊！他就开始不爽，就没有那时候其实已经98年买我都忘了是98年，
98年的年尾他就学了，我就是很坚定的说，他真的跟我闹离婚了。后来我想，师傅说了，是你的东西不会丢的，那我就说哦。那我也是，我要是真的是我的就不会丢的。那你说离婚，那我没办法。我觉得我这么坚决的时候，他怎么说？啊，我给你练3个月，你要好就好，不好你就别练了。我今天哇，我就那眼泪就唰唰的流，真的那眼睛什么叫断了线的珍珠？那眼泪就睁着眼睛，那眼泪就这么流的。但是我们不是来这个做宣传的是吧？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我以前在节目里讲过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是吧？我说一下我的切身体验啊，我的以前鼻炎非常严重，在中国，然后呢，我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呢，然后我那个时候之前生活状态很糟糕嘛，人也很胖，比现在胖啊，然后我就开始锻炼身体，然后就也是在突然之间。它就没有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空气啊，还是因为体质啊，我觉得还是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导致了它那个。我相信在您身上可能也是同样的原理啊。我们就是说回到您当时，98年您练了，然后您丈夫本来不支持，后来支持啦。我不止一样病好了吧？啊，就是铁证如山是吧？98年练了，99年就开始镇压了啊。然后之后呢？之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哇，之后发生的事情天翻地覆了。我们家就像流离失所，给人家像赶什么的。我刚好租一个房子，我刚好把那个，比如说我租个房子没有纱窗，我孩子小嘛，广东蚊子很多嘛，然后租的太好的地方我又太贵，我就想租一个便宜的地方了啊，偏一点了啊。哦，那警察告诉人家，你不要住他房子啊，你住了他房子，连你的工作都没有，那也吓人家房子说，我刚好把纱窗整了1000几百块钱了，整好了，人家告诉我不租了，那我能连累他吗？我说你不租，那我们就走吧，又搬。就是你们到哪儿都不让你们落户啊？对，不让他就是赶尽杀绝，然后呢还去骚扰我公公。我公公年纪大，我公公是公务员来的嘛，然后他就害怕嘛，因为他经过了文革嘛，他说你们这样啊，你们将来的孩子怎么办呢？就很担心我们。我觉得我受苦不要紧了，我们家的老人全部跟着受苦，那是很惨的。您在中国受的迫害主要是间接的，就是那家人的威胁啊，或者怎么样子？没有，我给他抓去坐牢。你也被抓进去过？是我们睡的不是床，我们睡的是水泥地。我曾经给他就是80公分嘛，这么长哈，这么长个这么粗的那个工地用那个铁签子啊，他两头他看上2个环儿，他一个环扣着我一个脚，一个环扣脚，我走路就是这么走的，就是一种简易的镣铐啊。然后我脖子上还整一个圈，这么圈着我，然后前面有一个这么粗的棍，就是那个水管，然后又整2个手给你扣着的手，你就是这么走路的，他们说那是死人犯带的刑具，他就因为不让我练功。但是你这个是他判了什么罪名？他判了我扰乱社会治安罪，法轮功他就用这种定你罪。扰乱社会治安，你扰乱谁了？我就是发张传单，或者我在家练功，我扰乱谁了？老百姓没枪没炮能扰乱谁呀？没有说话的权利。今天是我，如果大家都是这么样，都是沉默，我要来到澳洲，我还在沉默的话，沉默是一种犯罪。还有，我想告诉中国人，真的，你共产党给你了什么？你受益了什么？中国和共产党你要分开的。我们最爱国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勤劳善良。以前的老人家都是说，哎呀，你不要做坏事啊，这个饭呢吃剩下你都吃完了，这个米来的很不容易，怎么样，都跟我们教育这些。那你说共产党什么呢？我本来是东北人，但是我真正的老家不是东北的，我是山东的。就因为3年大饥荒，我父母是逃难到东北的，山东没得吃了。我爸爸说树皮都给人家扒光了，连那个草根都被人吃完了，那饿的那随便那个这个路边都有死人的，真的。我爸爸是晚上半夜3更逃出来，还不给你逃，要见到你逃就当场就给你打死的。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你举这个牌子就是在搞政治，但是在你们看来，我举这个牌子不是为了搞政治，只是为了告诉大家我是清白的。就比如说一个苹果嘛，中共说这个苹果是酸的，你就举个牌子，我这苹果是甜的，不是酸的，所以这并不是说你想参与政治，只是因为你被政治逼到了，哪怕你是为了自己自证清白，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这种地步了。我举这个牌子，我这个汽车挂着展板，中共不等于中国啊。你要去想想，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你是被中共洗脑了，我们才是中华儿女，我们不是，我们才是炎黄子孙，不是中共马列子孙了。你不能去做人家的子孙了，要走回传统，要做回我们自己。所有看过我的视频的中国同胞啊，你真的认真，不管你认不认同我法轮功好与坏，我希望你就认真思考一下，你不要听中共就是这么说，你去自己用脑袋思考啊。对，一般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说，练法轮功呢是不看医生的，也不会遵医嘱的，是吧？就是你们是看医生的。我看啊，因为什么？我觉得我是疼痛啊，我不是没痛啊。医生叫我怎么做我怎么做的，因为什么？我觉得我肯定，如果我不是继续练功打坐，就是我能做的方面，我根本说我今天你见不到我的，你个轮椅抬我过来的。所以说你们是看医生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用药啊，或者说禁忌啊，什么东西？医生叫你们说这个东西基于你的信仰，你是不能用这个药的，或者不能用这个手术的。他打麻药，我也照接受的。那你不能给人家造成伤害啊！人家你说你打麻药了。我要干嘛？我不打麻药，你害怕的我。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是觉得我肯定是拒绝就医的，或者这种极端的案例，或者说，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你意思。我师父说了，你觉得你行，你就按我行的做；你觉得不行，你赶紧去医院。老师教的还有最后一个，还有第一个。老师教学生都有第一个、第二个、最后一个，对不对？那你要是做最后一个，你为什么有病？因为我们讲的，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做坏事？我为什么刚才说我不去给他下结论？你说你对这3个打你的人你有什么想法？我不想去下结论。我想呢，天地间有一杆秤。我也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们做的任何事，神都在看的。我并不是单指还法轮功，任何人都在内的。所以刚才那个观点就是，李洪志大师这个观点，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想去看医生了，你就去看。会不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修行的好的话，你就没有必要看医生。没有。那你去看医生，说明你修行的不好。没有。然后大家会觉得那个我修行的不好，那不行，我得憋着。没。我师父有白纸黑字写着呢。他说你觉得你要去看医生，你就去看医生。你觉得你觉得你能度过，就是你能调整自己，就是说你能练功，用这个功法能自己安排好自己，那你就做。那你走极端，你说那你心里还画魂儿，你还信啊？会不会有人就说我挺一挺就好了，然后就错过了治疗机会的呢？这样子，我只是问啊。那我不知道，我没有经过。OK， 我觉得争议可能就来自这一点。争议可能就来自这一点。因为我没有经过，我也不会这样。所以说那天我疼，我就要看医生。对，所以这点我就知道，就是说法轮功是看医生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都是这样子的。我疼，我感觉他说我骨头没事的话，但我这个腿我走不了，我伸直都伸不了。我觉得我应该看医生啊。是不是？那你我。就说我觉得我要知道我到底哪个程度了。如果说他真的把我骨头给我打了错位了，我咋办呢？是不是？他给我拍片子没错位所以如果骨折了的话，你还是会接受这个现代医疗的这个治疗。那肯定的，你不会去通过这个打坐把它弄好了。也有啊。我跟你说，我试过一次啊。你可以摸我的脚。我把这个你摸我这个脚。这个是不是脚，我不是让你摸这里，你摸这个地方，你和我左脚右脚，你摸这个位置。
你摸，有个位，你摸这里有没有？没有，是不是？看到吧？我这个位置我就是打坐好的。我是怎么好的呢？我有一个同事，我们2个玩，他突然间2个手一拉我没有防备啊，脚面一下子就是脚是这样的折了。他把我脚给压到下面去了，我就踩下去了。当时我就听了咔嚓一声，哇，疼得我眼泪出来了，我坐地下了。看到那个骨头是吃出来的了，就吃出来的，就是那个茶就是顶着，它没破，顶着那个皮的，就是翘起来的，那个骨头断的嘛，翘起来的。一晚上我没睡觉，疼的我。第2天早上我起来看我腿走不了路了，整个腿就肿起来的，就是这个大脚趾头肿得这么粗，锃明瓦亮的，全是紫的淤紫的。那这样都没去医院吗？我师傅说了，什么关都给你过得去，有点讲高了啊。后来呢，那个同学说你这算什么？起来打坐练功。我的眼泪都，我站都站不起来啊。他说你这算什么？他就这么一说我就想啊，那我就站起来练功嘛。等我练第1套功法，再练第2套功法的时候，我的同事来看我来了，我的5套功法还没练完哦。他一摁门铃，我就去开门了。那阿姨说：“你看你能走了。”那时候我就不感觉到疼了。我练完第二套功法还没练完，但是我是很忍的。那个汗水啊，那个眼泪啊，我真是流的我，疼的我。但是我很神奇，来人我可以去开门了。等到3点多钟的时候，我又开始疼了，撕心裂肺的疼啊。然后我又继续练，把那些功法练完了。我只是休了1天，第2天早上我可以去上班，但是我穿那个鞋呢大一点，我可以走路了，啊，我就慢慢的就好了。那你说我还要不要看医生？我比看医生好。如果我那天他们说，我那个同事说，哇，如果你这样啊，肯定要打石膏的，你可能没有3个月你都下不了。就是这个脚板的骨折，你觉得没有恢复以后，没有影响你任何的身体？没有啊，我能跳啊。我再没整这个，我这个脚没受伤，我可以跳。后来有拍过片吗？我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后悔没去拍片。有什么想对这些袭击你的年轻人讲的？他对我这个伤害，我并不怎么放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善忍，我师父教我了，我就要按这个做。他伤害了我是他想做的事，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事，但我唯一想告诉呢，所有还是在想，如果你还是在受中共蒙蔽，如果你还想再做这些事的人，我告诉你们，这澳洲不是中国，你干什么都要想一想，要有后果的。